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表演有张力，连反派妹子都能出圈，看琉璃笑里藏刀。导演本来只想让她演一个反派女配，却意外发现自己演的走入了无数人的心，人气直接被女主周冬雨给压垮了。提起宫锁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笑和毒。不过，赵丽颖本该是一个大家都讨厌的角色，她却用自己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不过，周星驰不仅让黄圣依做他的对手，还让张子枫演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但演戏时总是输给反派女二。因为赵丽颖的表演太紧张了，导致剧中陈翔的角色略显平淡，再加上她的眼神总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没有一点流离的气场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讽刺周冬雨的长相太丑了，配不上女主角的咖喱。但正是因为当时赵丽颖还没有红，所以才演了一个小配角，甚至在拍戏的过程中，赵丽颖也遭到了近乎悲惨的侮辱。赵丽颖做梦也没想到，入团的第一天，她就遭受了近乎屈辱的待遇。这一幕真的向大家说明了，人是善于被欺负的。赵丽颖一开始没有什么背景，一有机会就想尝试拍戏，但没想到刚认识的第一天就要拍大片。与朱子之。不过拍这类戏的时候，为了照顾演员的情绪，一般都会清场，但宫锁沉沉剧组显然对赵丽颖一点都不在意。拍完衣服没人帮忙拿衣服，连朱子骁都惊呼受不了了。场景中，导演只是忘记了他而解雇了他。赵丽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要求什么的权利，是她忍着拍戏的原因，但也证明了赵丽颖对工作的执着。如今已经是影视界的一姐了行业，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家喻户晓的，但我想赵丽颖不会忘记宫锁沉沉给她带来的折磨。这绝对是赵丽颖被骂得最惨的时候了，就是这一个纹身，让她不仅被拉黑，还被拉黑的纹身带来了坏粉丝。但如果不是宫锁沉香，赵丽颖怎么丽颖会选择纹身？这一幕可见赵丽颖的痛苦。当马被吓到的时候，在没有船员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，赵丽颖直接摔了下来，重重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但即便是受了伤，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，赵丽颖依旧没有失去对拍摄的热情。正是她的实力让琉璃成为了片中的高颜值，也正是这部电影引起了赵丽颖背部永久性受伤，背部的骨头也隆起。因此，为了不影响拍摄，她只好选择纹身遮掩，甚至之后悲伤频繁复发。赵丽颖能够成功，完全是因为她对演戏的执着和热爱。拍楚乔的时候，虽然天气已经40度了，赵丽颖却坚持不使用替身，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打滚。如今的赵丽颖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，名作也越来越多，那么你更喜欢她的哪些作品呢？02长空之王点燃国庆，王一博粉丝买了 8.5 万票根。9月23日，距离11长假还有7天，多部电影突然公布官方档期，加入国庆票房争夺战。尽管宣布新电影的时间并不多，但电影的预售结果似乎还很可口。其中，王一博、胡军等主打的《天空之主》瞄准了市基群，张译、王俊凯等主演的《万里归来》。这两部电影采用了流量加实力的设置，制作人一方面以粉丝经济为中心，另一方面以调查洞察为中心。截至9月23日晚19时40分，两部电影的交易前电影产业加起来接近1300万元。川泰影业负责人尹优告诉时代财经，其演艺中心通过与王一博粉丝的通信，安排了各种保密交易。其他两部国产大片《共同传奇》和《钢铁意志》则改编自真实故事，使用了李冰冰、刘烨等资深艺人，也有电影界的竞标。时代财经看到，和以往的 Public Day 文件一样，这次完结的电影是一个了不起的主题，背后的资金支持者本质上是巨大的组织，包括阿里巴巴影业、博纳影业、华策、中影等。尽管如此，截至目前2022年公众日文件中还缺少亮光传媒、华谊等。
尽管今年上半年电影市场受瘟疫影响有所收缩，但刚刚过去的暑期档电影执行量超过去年同期的73.81亿元，电影产业为91.35亿元，推动电影市场在2022年有所反弹。烽火不断信息显示，截至9月11日18时45分，2022年中国电影市场绝对电影产业算预售超过250亿元，总观影人数达到5.94亿，全力以赴放映次数7619.1万次。作为一个辉煌的时期，公众日的放缓一直是巨大的电影投机组织的应战。回顾2019年公众日文件，电影票房达到44.66亿元，比2018年同期增长134.0%。虽然2020年和2021年处于瘟疫之中，但公众日电影产业将达到39.67亿元，分别为43.88亿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电影产业被少数重要的影视机构瓜分。2019年，仅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国船长和攀登者就抓捕超过43亿，其中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制作方为华夏影业、博纳影业、阿里影业，中国船长的制作方是博纳。从现在开始，博纳就为公众日唱片进行了对立设计。2020年公众日电影中，姜子牙将由光明影业及其附属彩条屋影业贡献合约数，争冠争先将由欢喜传媒与阿里影业共同打造。2021年长津湖将由博纳控股、阿里影业等联手打造。我和爸爸由中国电影发行。截至9月23日，今年共有7部新片被预定，包括《新大头海与小头父5》、《新灰姑娘2》、《我是霸王龙》等3部热映电影，雷克斯以及共同传奇和钢铁意志等4部主题电影。其中最受关注的2部电影《天空的统治者》和《回归之路》分别是阿里影业和华策的主要炒作，中影、博纳、横店影业等联合创作。再者，《平凡的传说》的出品方同样是博纳和阿里影业，《钢铁意志》由博纳和万达影业互赚，而被光压倒的国漫电影《遥远的海洋》却缺席了。这个公共日记录点03公日公文中的天空之主火爆，需要看的个人数量超过万里回家队，王一博获胜。新津市游乐目击者意识到，对这个公众日文件的反对是愤怒的。天空的统治者和回归之路无疑是培养的球员。无论如何，现在需要观看天空的统治者的人数已经超过40万，是远征之家的2倍。假设发展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王一博的新片应该会脱颖而出。你怎么看？很多人都意识到王一博教育者的身份不俗，是一个很好的人。目前他在娱乐界的个人中非常有名。王一博目前手握3部大片，一部是黄渤的《温暖》，一部是梁朝伟的《无名》，还有韩颂来的《天空之主》。王一博非常有魅力，电影制片人因为他无处不在而选择了他。要知道，不管王一博有多久，电影界的预售都不可怕。天空的统治者开启预售7小时，电影突破1000万，这种带来产品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。这次看国庆档，可以说强势片如云，不少影迷如过年一样，希望能去影院看这些片子。尤其是《天空之王》，剧情扣人心弦。王一博饰演的优秀飞行员义无反顾地走向试飞生涯，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和危险，他们一个个突破自己的极限，为大国的诞生保驾护航。因为剧情的火爆，想看《天空之王》的人数是排在第2位的《归来》的2倍。其实《千里归来》是由张译和王俊凯搭档的，主打疏散侨胞，也是非常精彩的。不过目前的人气还是不如《天空之王》。当然，国庆档瞬息万变，票房好不好还要看电影本身的质量。国庆来临之际，让我们一起去电影院欣赏这些杰作吧。04网传落花在遇见你即将播出。逝水的背后是女主付出的野心。可以说，娱乐圈越来越热闹了。先是李贝封杀，然后是张一山传出绯闻，再后来电视剧《学区房》换了女主。
影视行业也不甘落后，各种新闻层出不穷，不仅播出了《昆仑神社底线》《你安全吗》等多部电视剧，《大考拜托你》等待播的电视剧越来越多。据了解，年内将播出《玉骨遥遥》等剧集。但在众多消息中，有一条消息引起了小七的注意，那就是《落花时节》将于9月29日开播。乍一看，我并不太相信这个消息，但曝光这个消息的人说得很有道理，那就是试水。如果节目能顺利播出，那么女主就可以卷土重来。众所周知，由袁冰妍、刘雪怡主演的《落花再遇见你》是一部古装玄幻剧。该剧改编自舒克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锦绣神想要穿越山查小妖红凝成成为仙子，最终被小妖改变，锦绣最终被红凝修化为人的故事。原本作为一部由袁冰妍主演的童话剧，一开始的人气和观众的喜爱度都不低，甚至还传出芒果斥资1亿买了该剧的播出权和版权，想用这个节目名声驱使芒果转向其他自制剧。可是谁知道呢？还没等到这部剧的播出，就等到了女主袁冰妍出事的消息。据了解，由于工作室偷税漏税等问题，袁冰妍被正式点名，一时间名气一落千丈，甚至被冷落。虽然和有些人被封号、下架不同，但袁冰妍现在的状态和被封号差不多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狐妖小红娘月红。据了解，袁冰妍原本是饰演涂山丫丫，妆容已经定好，却突然传出这个消息，放弃袁冰妍，用其他演员代替她，与原为袁冰妍的另一张狐妖小红娘一同被取代。不少粉丝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但前不久官宣狐妖小红娘月红全员阵容显示，袁冰妍缺席，足以证明袁冰妍被踢出局了游戏。所以，因为一条负面消息，袁冰妍的即将上映的作品不仅不能播出，现有的时尚资源、影视资源等也全部没了。只能说，艺术家真的要以身作则。现在又有消息称《落花有你》又要开播了，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。别的不说，这部剧的质量是可以肯定的。《落花又是你》在仙侠文学中算是比较知名的一部作品，而且刘雪怡和袁冰妍都是仙侠剧的熟人，两人演过不少仙侠剧，个个都堪称爆款， CP 感也很强。与其他仙侠剧不同的是，男女主都是神秘而特殊的至高神，但这部剧讨论的是神明的冷漠和人性的温暖 ESC 从小爱和对报答的爱，到与命运抗争，保护世间众生的大爱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为了爱情和爱情而与天同葬的剧集在这里没有效果，因为男女主都是为了保护众生而来的。所以落花在遇见你的剧情不落俗套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所以我不放弃。在得知该节目将播出后，不少粉丝也纷纷表示期待，但是否会播出还不确定。毕竟如果再会落花能顺利播出，那么袁冰妍就能卷土重来，但似乎没那么容易。你期待落花又是你的播出吗？欢迎留言。